不起夫君，都怪我。哭得我心都碎了。是谁？是我的错觉吗？如此娇嫩的皮肤，你怎么进来的？当然是大哥让我来的。什么？是夫君？怎么？难道你要让大哥死不瞑目吗？不。娘，下雪了。对啊，这次回外祖家许久，爹爹该想我了。爹爹最疼晴儿了，一会儿见了爹爹，让他陪你堆雪人，好不？好，晴儿要跟爹爹堆个超级大的雪人。好。是哪个下人敢青天白日在主子房中胡作非为？夫人，对不起，里面没事，你先下去。可是，今天我倒要看看是谁如此大胆。嫂嫂，夫人，阿和，你怎么在这儿？大嫂，娘，是爹爹吗？晴儿乖，爹爹在忙，你先跟姐姐回房里。可是，程之礼，不是说好我去岳丈家接你和晴儿，怎么今日就回了？我若是不回，你们还要瞒我多久？阿和，你听我解释，是阿娘，对，是阿娘在我酒里放了暖情药，我把大嫂认作是你，才会。弟妹，现如今你见知礼陪我，给我们大房留个后吧。阿和，我，你终究还是忘了。你们大哥身弱，走得突然，连个孩子都没留下。据说，如意作为长房长媳，年纪轻轻就守寡。总不能让如意一个人孤零零的过日子，知礼要肩挑两房，照顾长嫂。可是，爹娘，这与理不合啊！爹娘，恕孩儿难从命，这种背道之事怎可？难不成你们就眼睁睁看着你们大嫂守着个牌位过日子？我程家不能让长房断了香火。我知弟妹，也没是我不知羞耻，不守妇道。可你大哥这一去，长房无子，我老无所依啊！够了！若是来日知礼和如意诞下儿子，那长房嫡子可就是你夫君名下，这事儿就这么定了。娘，我没有爹爹了吗？我要爹爹！管教无方，长辈们论事，你带个孩子过来示威吗？晴晴，过来。爹爹！晴晴别哭，爹爹永远是晴晴的爹爹，好不好？弟妹，你放心，我只是想要个孩子。夫君，事已至此，我不愿与他人共享夫君。我们和离吧。不可，阿和，我对你是真心的。弟媳，你莫要冲动。程府就2个儿子，大哥早逝，知礼若是再与你和离，爹娘年纪大了，爹娘怎么受得住呢？可是你们要我怎么做？让我亲手把自己的夫君送到别人的床榻吗？阿和，成亲时我许诺过你，一生一世一双人。现如今，我的许诺仍是如此。你做不到了，你都做不到只与我共眠，你明明……知礼，你快放下，快放下！阿和，我心中唯有你一人，从来都只有你。既然父母执意要我为程家和大哥留后，
那我与大嫂只是为了要一个子嗣而已。我保证，等柳如意怀上孩子，我便与长房彻底划清界限，此生绝不再与他有任何牵扯。阿离，傻阿和，我只是与大嫂要一个孩子罢了，我心里从来都只有你啊。好。昨日一切都还顺利吧？如此甚好，你日后若是能一举得男，也是天丁天福的大喜事。家中如今只有一个晴儿孙女，实在顶不起程家的门楣。爹，我倒觉得晴儿稚气可爱。娘，晴儿也是您嫡亲的孙女。你个丫头片子算什么？你今夜还是去如意房中，争取年底前怀上孩子。程府是世袭的云骑尉，你却连个继承爵位的儿子你都生不出来。你若敢拦他和如意的好事，看我不家法处置！我知你心中不愿，但长兄待我们这房如何，你从过门后也都看在眼里。真的没有别的法子了吗？从别的房中过一个孩子到大哥名下，那也是旁支的孩子，我与大哥才是一脉相承。只要我给大嫂留下一个孩子，从此两清。执礼，弟媳，我……夜已深，嫂嫂，我们进房吧。娘，爹爹是不是和大伯母在一起就不要我们了？谁说的？爹爹不会不要我们的。可是从外祖家回来，爹爹一次都没陪过我，爹爹说话不算数。执礼，你回来了。阿和，真是委屈你了。我知你不许母亲如此安排。我没有想忤逆长辈们的意思，希望大嫂尽快怀上孩子，以后两房桥归桥，路归路。二爷，哪个院的丫鬟？何事？我是柳夫人院中的，夫人听大夫说早晨更易受孕，二爷要不然再回夫人院中。管他作甚，我们且过我们的，终究是我对不住你。怎么了？谁惹我们晴儿啦？怎么闷闷不乐的？爹爹说好陪我练字，可是大伯母房中的人说大伯母心口疼，爹爹就过去了。2个月了，他去柳如意房中越来越频繁了。这日子什么时候是个头？爹爹和大伯母在一起都不陪我了。胡说！爹爹只是要与大伯母为你生个弟弟。生了弟弟后，爹爹就再不去他那里了。爹爹现在都不要晴晴，万一以后更喜欢弟弟怎么办？娘为了大伯母和爹爹也打我。对不起，晴晴，娘不是故意的，娘会想办法，一定会让爹爹多陪你。怎么这个时辰打扮了？听闻晴晴今日闹起来了，怎么愈发失小性了？这怎么能怪晴晴呢？你作为爹爹，当然要多陪陪她，怎可食言呢？今日本想陪晴晴练字的，谁知如意说腹痛，我以为是有了，赶紧过去看看。如意，从前你从不这样唤大嫂，你到底有几分真情给了她呢？特意为我打扮的吧？只怕你多想着我们母女，我和晴晴才是你的亲人。你好香啊，难得你用香粉。曾几何时，我最痛恨以色示人，可是我如今不用手段，怎么换取你对我和女儿的关心？好美。
如意，如意，知礼，你喊什么？我叫的是你，阿和，你听成什么了？不管唤你什么，都只是一个称呼而已。妻为夫纲，你不要在这时候败兴。你要记得，我迟早会与大嫂分开的。好，我信你。我到底应该相信谁？好弟媳，最后好好享用你的丈夫吧，很快他的心就不属于你了。怎么回事？怎么今日吐得这么厉害？难不成是有了？回二爷，夫人见二夫人总拦着二爷，不愿您多来我们房中。今早天不亮，就逼着自己喝了2碗催子药，说是一定要早日给二爷生个嫡子。胡闹！怕他作甚？难不成不为了孩子，我就不来看你了吗？我看二爷每日身兼2房，来回奔波，太辛苦了。从今夜开始，我只陪你。你莫要再着急乱投医，若是吃坏了身子，我又要心疼了。是二爷，二爷就是我的天，是我的依靠。二爷还是多疼疼我，多些鱼水之欢，才能早日有我们的孩子呀。你呀，最是贪吃，总是要不够。怎么这些天下朝越来越晚？我备了你最爱的桂花糕，晚膳前先用一些垫垫吧。这几日事务繁多，琐事缠身，我都宿在书房。你和晴晴别打扰我。原来不是今日下朝晚，而是你身边有别人服侍你。知礼，你还记得我们的誓言吗？你今日总说累，不愿亲近我，是因为别人喂饱了你吗？二爷，大喜，柳夫人怀上了！你说什么？是如意怀上了吗？是，刚刚大夫来给老夫人请平安脉，顺便诊出如意姑娘已有半个月的身孕了，奴婢赶紧来各院报喜。知礼，你不是说她怀中身孕，我们2方再无联系吗？阿和，人心都是肉长的，这孩子生下来就是记在我名下，以后我们城府就有嫡子了。你不想去看看如意吗？知礼，你还记得我们也有女儿在等你陪伴吗？如意，我早已视你为我的妻子。从我们第一次同房，我就把你视为我心中珍宝，半点不敢亵渎。我心中也早已将二爷视为我的夫君，此生能得二爷偏爱，如意无憾。等这个孩子顺利诞下，我们还会有第2个、第3个孩子。程知礼，明明是你说只要晴儿1个女儿就够了，怎么现在一切都变了？母亲，晴晴醒了，母亲今日陪你去采买女经用的东西。不是说好父亲陪我一起吗？晴儿，若是有一日你在母亲和父亲之间选择，你不要，女儿不要选择，女儿要母亲和父亲像从前一样陪着晴晴。为了晴儿的未来，或许她诞下孩子后，知礼真的会和大房彻底划清界限。这个成色最配，衬得你肌肤胜雪，愈发娇俏。都要做娘的人了，这般娇俏，哪配得上这么嫩的颜色？云齐卫和夫人真是如漆似胶，恩爱有加。城中难得有2位这般恩爱的夫妻呀！爹爹，
亲才是云齐后夫人。大呼小叫的，成何体统？爹爹和你大伯母说话，你作为小辈，该守规矩。哼，该守规矩的人不是我和女儿，谁在暗通府侧，大家心中有数。阿和，事情不是你想的那样，我和如意她……土匪下山了！土匪来了！这是不是云骑尉？哪个是他夫人？识相的赶紧出来，免得受皮肉之苦。管他哪个是夫人呐，哪个抢到都值得。云骑尉是文官，打不过我们的。知礼，快让家丁护送我们走啊！再晚就来不及了。二爷，这可如何是好？我好怕，我和孩子都好怕。你们两个，快去拦住他们！走，快走！知礼，今日我们拼死也要捞点云骑尉府的油水！快点，快点！姐，你不要丢下我和娘！哦，这是云骑尉的女儿和夫人。你们不要过来啊！你们放开我夫人！阿和，你先撑住，我回府叫人。我们不是云骑尉府上的。嘿嘿，齐尉夫人，你就别装了，你手上的镯子看着就值不少钱吧？识相的赶紧摘下来，免得我们动手。哟，到底是齐为夫人，脸嫩的哟。不知道里面藏没藏什么好东西啊？够辣，够劲！不要碰我娘！快！大哥，是不是官府的人来了？我们先撤吧。小娘子，我们来日再会。阿和，那些土匪没把你怎么样吧？这时候，你在乎的是城府的名誉吗？我不是。娘，我不要爹爹了。来人，把小姐抱走。不要，我不要离开娘亲。阿和，开门！阿和，开门！阿和，阿和，听我说，我之所以先救她，是因为她怀孕了。她怀着孕，万一有个意外，那如果我和晴儿有个三长两短呢？不会的，当时情况紧急，有小厮报官了，你和晴儿撑住，一定会被救。可如意她受不得惊吓，她怀着孕呢。如意，她心里如今只装得下如意了吗？你放心，等她生下孩子，就把他们娘俩送到乡下，不在你面前出现。是啊，大嫂怀着孕，需对她多上心。今晚你好好安抚她吧。阿和，你想通了，我就知道你最理解我。夫人，小姐受惊吓发烧了。你是母亲，还是要多照看孩子。我先去看看大嫂。可你也是晴儿的父亲啊。孩子还小，听不出什么。大夫真说是男孩吗？妇科圣手赵太医，这还有假？只是什么？只是今天的事，弟妹和晴儿心中不悦，晴儿的眼神像是要吃人。晴儿对你腹中之子没有怜悯之心，怕是被何英姿教坏了。
那二爷打算等你身后，把他们娘俩送到乡下，到时候这府里只有你我二人。还是二爷最疼人。那就让我来好好的疼一疼你吧。哎呀，你讨厌了二爷。怪你又怎么样？晴儿还躺在床上，你身为父讨亲，厌了二爷连口汤药都不曾给孩子喂过。承旨里，我们夫妻情分已尽，我这就去写和离书。我本是云江下一任圣女，却轻信了承旨里的年少誓言，为他委身在这小小的云齐卫府。新婚夜，他说此生不负我，否则便七窍流血。如今是他违背誓言，我要带着晴儿离开。当云江族人收到我的消息，我和晴儿便可顺利离开。你收拾这些事？我和晴儿在这城府中无人照看，知礼，这是我最后一次唤你，我们和离吧。不是你让我去如意房中的吗？怎么又变卦了？夫妻缘尽，我不在乎你在谁的房中，桌上的和离书你按印吧。阿和，我们说好要做一世夫妻的，你不要再提此事了。一世夫妻？你和柳如意不是这样说的。她诞下嫡子，让我们母女回乡下，不是你许诺的吗？你如何得知的？那只是我的托词，你信我？我去意已决。罢了，你自己好好想想，我是绝不会和离的。不好了，小姐又发高烧，快喘不上气了。什么？怎么会这样？昨夜不都大好了吗？娘，好热。晴儿莫哭，娘这就去请最好的大夫。寻常的大夫看过没效果，这怕是要拿二爷的帖子找太医院了。为了晴儿，我要去求他一次。开门啊！没主人的吩咐，你不能进去。怕不是想冲撞夫人的孩子吧？执礼，晴儿高烧不退，孩儿如何受得住？我求你拿出帖子，找张大夫吧。都什么时辰了，争风吃醋也不知道看看时候。他这是向我示威要您吗？你快回去吧。不必理会，他惯会欲擒故纵。我从前不知何英之居然是如此妒妇，我不同意他和离，他就敢拿晴儿威胁我。弟妹若是现在就如此厌烦我，日后我腹中的孩儿生下来，还不把我活剥了？告诉何元之，让他不要一哭二闹三上吊，我是不会回他房内的。刚刚不是还硬气得很，要跟我和离吗？二爷还是去看看秦姑娘吧，我素日里看着她也疼爱得很，可别真耽误了孩子。属你心软，只是眼下我必定要给他们娘俩立立规矩，张嘴闭鬼和离，能教出什么好孩子？可听闻太医院赵大夫素来医术高明，不如请他来为我们的孩儿把脉。昨日我也受惊腹痛。你不早说，请个太医院太医算什么事？二夫人做这些可怜相子给谁看？退一步讲，秦二姑娘若是真不行了，不还有大夫人腹中的嫡子吗？二爷，当真如此无情？您快别当道了，我还得去请赵大夫为大夫人诊脉呢。你转告二爷，我何英之不会再踏进城府一步，我会带着晴儿离开城府。哎呀，那二爷与大夫人的耳根子可算清净了。我为晴儿服下了药，她已经无碍。只是，你真的舍得云七卫夫人的位置了吗？娘，我们这是在客栈吗？我们要离开爹爹了吗？那云齐卫府就是吃人的魔窟，娘亲要带你离开这里，去云江好吗？去云江。那动手吧。府内的大夫人，这腹痛只是寻常的胎痛，倒也无碍。若是不放心，也可开几副安胎药。赵太医真是医者仁心，今日叨扰了。哦，小女近来受了惊吓，高烧不退，
还烦请赵太医。二爷不好了，城东的客栈着火了，听闻二夫人和秦小姐都在客栈里，救不出来了。说什么？谁在客栈？府上的二夫人怎会住客栈？英子和晴儿离府，你们不拦着，怎么不通报我？不是二爷您说不准拿二夫人的事烦您吗？这些吃白饭的狗东西，放了二夫人离府，如今还敢拿假消息诓骗我！来人，给我拿马鞭！二爷，刚刚真的听街上的百姓都说城东的客栈着火了，或许二夫人真的葬身火海。你们这是欺上瞒下的狗奴才！你们都被何应赐收买来骗我是吧？他们好端端的住在客栈，怎么会起火？二爷息怒，城中前日戏女连绵，或许不碍事。还是太医稳重老成，我也断定我夫人与女儿无事，只是赌气罢了。你们这堆狗奴才，谁给你们胆子诅咒二夫人的？我都不敢骗你啊！听说那客栈火海一片，都烧焦了，你不是也看到远处的浓烟了吗？死鸭子嘴硬，不知道哪谁家做饭的烟来炸我。你们蛇鼠一窝，真以为我会信你们和二夫人的话吗？那场烧的蹊跷，再加上刮了半日的东风，或是那是止也止不住。住嘴！是谁给你的狗胆子，居然敢这样诅咒夫人还有小姐？他们不会死，我知道这一切都是阿和为了与我和离使出的计谋。二爷，别打了，都是奴才们该死，放走了二夫人。去，给我把阿和和晴儿带回城府。要是接不回来，我要你们所有人提头来见。怎么，你不愿二夫人回府？不，奴才愿意迎回二夫人与小姐，只是迎回的是人还是尸骨？是否要提前准备棺材？狗东西，还敢说这些不吉利的话！来，今日谁去迎回二夫人与小姐，二爷我出100两赏金。好，都看阿和好欺负是吧？无人给他面子，我亲自去迎。二爷，这是怎么了？听说弟妹与晴儿出事了。都是下人们谣传的，他们怎么会出事？是阿和与我赌气呢。你快回屋里躺下歇歇，我现在要去客栈迎回英子和晴儿。我是府内的大夫人，若是弟妹和晴儿那孩子出了什么事，我也跟着去了。夫人，你小心肚子呀。你安心在家等着，我去找他们回来。我的肚子！夫人，你怎么吐血了？二爷不好，大夫人怕有早产征兆。二爷，求求您救救我们夫人，救救她肚子里的孩子！二爷，我孩子保不住了，我要死了！别怕，我一定会保护你和孩子的周全。赵太医，这到底是什么疑难杂症？你开口，我城府多少名贵药材都可以买。老夫查不出。还愣在这看什么？我刚说了什么？让你加派人手去把二夫人找回来。可是什么？我知道，是不是二夫人还在生我的气？既然她还是赌气不愿回府，那把府中所有暗卫全部叫过去请。我就不信她不肯回来。二爷您息怒啊！我是估摸着大夫人还没好，想着等等。找二夫人和大夫人有什么关系？狗东西，你没看到我在这里照顾吗？越发放肆没规矩了，赶紧滚去请人。遵命。赵太医常在宫内行走，大概是知道贵人间的把戏。大夫人的意思是？我私下听闻，这城府二夫人早年可是云江圣女，不如赵太医帮我坐实这传闻。我体内的毒正是云江的蛊虫。可二爷安，方才柳姑娘所言并非全无依据。臣方才为柳姑娘诊脉，其体内蛊虫的习性、毒性，却与云江特有蛊术所下之虫别无二气。这是事关城府二夫人的名节，臣不敢妄下定论，还请二爷定夺。我记得弟妹是懂蛊虫，也懂巫蛊之术的，难道弟妹要害我？蛊虫，没错，它是有蛊虫。可是二爷，我记得京城早就有传言，说您和二夫人是在云渊认识的。没错，我和她确实始于云江。8年前，我因为追查塞外歹匪被暗伤，命悬一线，是在云间的何英之救了我。公子，醒醒！救我！
救！对了，云江的观音咒可以救人。在他帮我养伤的日子中，我爱上了他，下定决心要娶她，于是每天像尾巴一样跟在他身后。好了，你伤好的差不多了，你该回去了。不，我不。不行，这里是云江，不适合你。可惜好景不长，那群歹匪还是不放过我，于是他们盯上了何云子。不是走了吗？你不在我身边，我怎么走？或许是我的痴心打动了他，他终于答应了嫁给我。阿和，如今你是我的妻子，我们一起离开云江去京城，可好？知礼，我们去见一个人。圣姑，今夜过后，我要随知礼回京城。云江圣女之位，我自愿放弃。你要为一个她放弃圣女之位？那从此以后，你不会享云江百姓的供奉，也不能再驱使天下任何一个云江古尸为你做事。为了他，我愿意。那好，希望你不要后悔这个决定。但你不再是云江圣女了，那所有的蛊虫都不能留下。离开云江前，烧掉它们吧。阿和，你放心，我不会让你后悔今晚的决定的。我们云强女子视这些蛊虫如自己的孩子，我却要亲手埋葬她。阿和，你放心，我们日后会有自己的孩子。我若是辜负了你，便要天打雷劈，不得好死。我知弟妹一直对我怀恨在心，二爷千万不要为弟妹气坏了身子。当年他是亲手烧掉了所有蛊虫，怎么会？这腹痛真的是蛊虫导致的吗？阿和他会做出这种事吗？二爷这是何意？弟妹都敢对我腹中之子下毒了，可见他狠毒啊！那些蛊虫当年明明是我和他亲手一起埋葬的。眼下大夫人中毒后还需静养，老夫先开些药方稳住胎气吧。太医请，今日府上事多，麻烦太医了。二爷不必客气。二爷饶命！刚刚你说大夫人的吐血与腹痛是蛊虫所为，你确定？这也说不准，这蛊虫之毒与食物中毒或许有些相似。如果真的是蛊毒，那按照云江圣女的手段，一旦出手就会致命。大夫人怎么会这么无关痛痒？行，看在你说实话的份上，那你先回去吧。王爷，若无吩咐，老臣先行告退。二夫人，您这么好的人，怎么说走就走了？你心里肯定舍不得程府，舍不得二爷吧？你是二夫人房中的丫鬟，你哭什么？你手里抱着什么？回二爷，奴婢手里拿着是二夫人留下的披风，二夫人最是体贴我们下人了。体贴？阿和，你果然如此，对我这样，对任何人都这样。二夫人嫁进程府后很是无聊，平日里最关心的就是二爷的事了。阿和，程之礼啊，程之礼啊，你明明知道，当年他为了嫁你牺牲那么大，连云江圣女的身份都放弃了，甚至连自己看得比命都重要的蛊虫都亲手闷死，你怎么能相信柳如意的话呢？这酒可真是个好东西。这是二夫人最喜爱的鸳鸯手帕，这是夫人最爱的玉簪，说是二爷大婚时送她的。阿和，阿和，你都留着这些定情信物，你心里必定有我的。都怪我，连调查都没有调查，
就认定是你下蛊。当时我还写了休书摔在他脸上，如此冲动绝情，你一定很伤心吧？二爷还是别太伤心了。二夫人要是看着您这样颓废，在九泉之下也不会安心的。下去吧。阿和，我们说好要做一世夫妻的，你不要再提此事了。一世夫妻，你叶夜红、柳如意难道不是这样说的？来日他诞下嫡子，我们母女便要回庄子里去住，这些不都是你许诺的吗？没事没事，阿和，就算你真的骗我自己葬身火海了，我也会原谅你的。等柳如意生下嫡子，我便把孩子记在阿和名下，将柳如意送出城府。这下阿和不会再和我生气了吧？进来。二爷，第二批去请二夫人的人回来了，二夫人她人呢？二爷，您节哀呀！二夫人与小姐真的葬身火海了，真的葬身火海了！二爷，饶命啊！派的人都说二夫人不见了，那晴儿呢？他们连个孩子都找不到吗？是的，那客栈烧得漆黑一片，如何找得到？撒谎！一群欺上瞒下的狗奴才！看我亲自寻到人，不要了你们的狗命！这火烧2天了吧？路过的蚂蚁都得烧干净了，只剩下一片祖灰啊！这客栈里还有贵人呢，真是可惜了。估计烧了不少好东西。京城的贵人嘛，那怎么会住这种客栈啊？别是什么养在外面的戏子小妾，还是扬州瘦马，专供男人们享乐啊！别说了，别说了！谁敢大放厥词？看我不把你们头砍下来！这是谁家这么大排场，还当众打人？都少说2句吧，你看他那疯样，估计是他家里人之前在客栈里。二爷，您看眼下这样，还寻吗？人死不能复生啊！不，阿和与晴儿不会这么轻易弃我而去的，他们一定没死。这火烧2天了吧？就是，这火我亲眼看着烧了2天2夜，一个人都没逃出来。不，这不，阿和，你忘记了我们的誓言吗？不是说好白头偕老吗？不，这根本不可能！他答应过我，要长命百岁，要死在我后面。阿和，我现在就把你找出来！二爷，你若是哭坏了身子，府里谁来主持大局？没有阿和的臣服，我回去做什么？阿和，你不会的，对吧？晴儿还那么小，你不会的。我错了，我不该一时赌气，说出那样凶狠的话。二爷万万不可！你若是吸了什么毒气，可怎么好啊？什么毒气？你们又想诬陷阿和是云江毒女是吗？不，二爷，我们对二夫人尊敬无比。若是我再听到谁胆敢议论二夫人，我便把他开膛破肚。阿和，你在哪里？阿和，你别和我开玩笑了，好不好？二爷，别挖了，大家都亲眼所见，二夫人和小姐确实没有出来过这家客栈啊，他们已经走了。不，她是圣女，她不会的，我马上就可以见到她了。二夫人，您在哪里？晴儿小姐，我们迎你们回府了。哎呦，我鸡皮疙瘩都起来了，他们在做什么？招魂吗？
该不会这就是死在里面贵人的夫君吧？早做什么了？人死了来哭坟？你说谁来哭坟？阿和和晴儿没死，我看是你找死！你要滥杀无辜！二爷，你息怒！二夫人不是说最不愿看您动怒了吗？这是阿和的镯子！是阿和的镯子！还不快滚！这是云奇卫的世子，你再多嘴多舌，小心被剁成肉泥！云奇卫的城府少爷，是我送给阿和的定情信物，是我亲手刻给阿和的镯子。从今往后，我与阿和朝夕相见，永不分离。夫君亲手给我做的镯子，我会戴一辈子，永远都不会摘下来，除非我死。阿和，你真的弃我而去了吗？这火势太大，恐怕连尸骨都烧成灰了，只留下二夫人最新的镯子。怎么可能？一定是骗我的。二爷，我们已经派了2拨人日夜看守，真的无人生还啊！您节哀啊！我不信，我不信！阿和一定是在与我玩笑，他最喜欢与我赌气了，这一次一定也是在赌气。二爷，您别伤着自己。二爷，来人啊！府上的变故，老夫都知道。二爷这是急火攻心，气血不调。我怎么会在这里？我不是在客栈吗？赵太医，我刚刚是在做梦吗？这一切都是我幻觉吗？二爷，您别激动了，客栈的大火都是我的梦吗？阿和呢？晴儿呢？唉，二爷听老夫一句劝，万事不可逆转，人死不能复生，还是准备后事吧。我写下药方，开一些给二爷滋补精气神的药，你们尽心开导吧。阿和，你好狠的心啊！二爷您这样，二夫人与小姐在九泉下也不会安心的。这房间都是他按京城风格布置的，但我知道他更喜欢云江的风格。他留在京城都是为了我，而我却负了他。二爷心里难受，那府内还是不要操办丧事，免得二爷痛上加痛。丧事要大操大办，但客栈的那把火，我也要查清是谁放的。给我查！无论纵火的人是谁，我一定要将他揪出来，碎尸万段。我一定查清客栈的大火，找出可恶的纵火犯。客栈不是天干物燥走火的吗？这有何可查？前些时日气候湿润，那火能烧2天2夜。你说不查就不查？二爷对我这么凶，我身为大嫂最是难过，可怜了晴儿。罢了，等晴儿头七，你为她守夜，也不枉她叫你一声伯母。我为她守夜？我可怜你怀着孕，先守夜7天，歇一晚，再为她守夜。她死了也不消停，我一个大夫人给她守夜，她也配？这是太医为二爷开的安神汤，二爷该喝汤药了。守夜的事儿到时再说，二爷要顾好自己。我的肚子！夫人肚子没烫着吧？二爷，我肚子又痛。哼，离我远点。我问过太医，腹痛不是因为蛊虫，是食物中毒，不要泼脏水污了他的清白。我腹痛不是蛊虫作怪，是二爷烫的人家呢。二爷光顾着找弟妹，冷落了我和孩子。二爷说我怀孕，身子暖得很吗？我来为二爷暖身子。滚！这里是阿和的房间，他最爱干净，以后没有我的命令，谁都不准进来。滚！二爷，您怎能如此对我？您怎能？
说是好，可不能动胎气啊！你们都退下。死了知道哭丧，用不了几日又忘了海誓山盟。我不信死人能影响我。你心绪难平，心疼弟妹，但也可怜我怀着孕。二爷忘了我们浓情蜜意了吗？二爷，阿和，你死在火光中会不会怨我？夫人别难过，二爷还是心疼您。二爷怎会为死人跟您致孽？你说什么？谁是死人？奴婢是说二夫人和晴儿小姐投胎了，二爷珍惜眼前人吧。大胆！谁说他们投胎了？他们一直都是我的人。二爷，人死都会下黄泉。是你教他说这些？二爷，我对弟妹一片好心啊，她头七，我日日去磕头守夜啊。你这孽障！你这混账还要闹到几时？你疯了！她不过是个丫头而已。母亲，你要为我做主。二爷，他要为了何英姿杀我！你还想杀妻弑子？呵呵，杀妻弑子，大嫂可不是我的妻，腹中之子记在大哥名字，我怕什么？家门不幸啊，家门不幸！织里怎么变成这个样子？阿福，我先将人拖到柴房。父亲，母亲，二爷为了弟妹，真是伤心疯了。没有阿和的城府，我待着也没意思。你这逆子，英姿已经葬身火海了，你还要让如意也没孩子吗？城府就绝后了。没有阿和的城府，我待着也没意思。当初你不是也与如意情投意合吗？如今阿和去了，索性你与如意并到一房，日后你们二人过日子。我与你父亲商议了，等阿和的头期一过，你与如意就正式入洞房吧。你这畜生，你要杀了你母亲吗？我说过，我的妻子只有何迎信，女儿只有晴儿。我10月怀胎，不想生下你这混世魔王。你大哥去得早，如今你又疯魔成这样，我也不活了。你杀了我吧！你莫要跟着孽障生气，若是气坏了身子，这城府后院谁来主持大局？对啊，何英之那贱人一走，这后院管家大权就应该是我。母亲别急，二爷现在是急火攻心，难免失了分寸，过些时日就好了。母亲这些日子累着身子，后院琐事不如我来代劳。你年轻守寡，本是阿和管家，可如今阿和和晴儿都去了，你来代替阿和管理后院，我也放心。不可，阿和的身后事我要亲自主持。既然找不到尸骨，我要为阿和和晴儿办衣冠冢，丧事要按大哥去世时一样大操大办。疯了！一个儿媳过世，哪来的规格？二爷，放心，我一定滚开！二爷，你不要我和孩子了吗？等你生下孩子，我会送你回城外的庄子住着，我们再无瓜葛。阿福，让整个城府的人披麻戴孝，在正厅摆丧仪，供奉二夫人与小姐的牌位。那老夫人和老爷呢？他们也要。阿和，我一定让你风光大葬，我们死后也会在一起。二爷，我腹中的孩子不能无人照看，你这是要让我们母子这辈子不能相见吗？不是你说，只要给大哥留下血脉就可以。从今日起，全府为二太太与小姐披麻戴孝，祈福祷告。二爷，我求你了，不要让我与孩子分离啊！我记得阿和离开的前夜也曾这样求过我，但是你挑唆我没有见到阿和。知礼，你只有晴儿这一个女儿啊，她高烧不退，小小的孩儿如何受得住？我求你，你拿出帖子找太医院的赵大夫吧。二爷，我知你心中有气，可是我腹中是城府唯一的儿子，你忍心他从小没有母亲？二爷，找到纵火犯了，在何处？在何处找到纵火犯？回二爷，人被扣在客栈了。
是他吧？看着像。是你纵火？就算是城府的世子，也不能屈打成招吧？哼，我何时说过我是城府的人？你我素未谋面，你对城府了如指掌。你府中的家丁护卫把我摁此处殴打了半个时辰，这不是屈打成招吗？二爷命我们查清此事，附近百姓我们挨家挨户问了，终于查到有人带着伙食来过客栈，正是此人。是，我家在客栈门口卖糖人，我看见他揣着打火石鬼鬼祟祟的。给那提供线索的卖糖母的50两银子。阿和说过我要学会感恩，至于有仇的人，我有的是时间和手腕敲碎他的牙。是。你这嘴倒是硬，信不信你的牙我一颗颗拔下来？我要去报官，云骑卫府滥用私刑。你已经拔了我3颗牙，还不肯放过我吗？你的嘴还真是硬，都这样了还护着你主子，我劝你趁早招了。我已经派人去查你家人了，这火铲子我也会塞进你家人嘴里。你这个畜生，你不要碰我女儿！我告诉你，我告诉你，我告诉你！谁？是你们府上的大夫人。只要我一日还怀着这个孩子，那城址里便不能把我赶出城府。谁在外面喧哗？都什么时辰了，还要不要自己的狗命了？我竟不知大夫人私下好大的脾气啊！是二爷。二爷都多久没来人家房里了？二爷手上这是沾了什么？沾了人血。这又是何人的血？是那纵火犯的血。他终于肯说出幕后指使是谁。那可真是大快人心。二爷这是要来找我商讨如何处理他吗？大夫人意下如何？是把他五马分尸，还是沉塘喂鱼？既然他敢纵火谋财害了弟妹，就算千刀万剐也不为过。那我该如何处理这幕后指使呢？是一尸两命，还是让他也尝尝烈火焚烧的滋味？二爷何意？我不懂。二爷掐得我喘不上气。你还敢在我面前做戏？我真是恨不得直接掐死你！我愿与他对峙。二爷信我啊！大夫人来认认脸，这不是你花重金买的凶手吗？胡说！二爷莫要诈我！大夫人，你棋差一招，我们被发现了！你是哪来的歹人？你少攀扯我！大夫人慢慢想好说辞，我有的是时间调查真相。不，二爷，我知道你心中怨我，因为我怀了孩子，害得你与弟妹离心。可是放火烧人这样伤害你的事，绝不是我干的啊！听闻这火钳子烫在肉上，与烈火焚烧一样的感觉，你们今日也尝尝阿和死前的痛苦。你这安杂货，谁让你来陷害我的？冤枉啊，二爷！大夫人，我们逃不掉了。您给我黄金的包袱是云丝锦的，只有城府才有这样的布料。事到如今，我也不瞒二爷了。二爷当真不知真凶是谁？是谁？别让我再问你一遍。幕后之人是二爷你啊！二爷还不知道是自己亲手害死了妻女吗？你说什么？我何时派人去纵火？二爷细想，何英姿为何离开城府，为何被迫住到客栈？这一切都是因为你彻底伤了他的心啊！不会，阿和一直善解人意，他怎么会怨我？二爷今夜是不会放过我了吧？哈哈哈哈！我死得其所，我该死！你闭嘴！你们都闭嘴！闭嘴！可那二夫人与小姐可真是冤死啊！哈哈哈！他们死在了二爷的狠心中啊！闭嘴！
你们都闭嘴！闭嘴！不是你才是害死我妻女的纵火犯！谁知道你们这对狗男女背着我做过什么勾当？你还知道害怕？二爷是不敢面现实，现在开始给我安罪名了吗？我云齐卫世子敢做敢当！你敢承认你缠我身子，贪图我的柔情吗？厌恶何盈姿那个死木头！你给我住嘴！你因为我腹中的孩子冷落了你的女儿晴儿，这一切的一切都是你亲手造成的。二爷今日杀我，我立刻下地府陪何盈姿母女。我在阴曹地府变成厉鬼，也不会放过何盈姿的。是我害了阿和吗？这可如何是好？直隶高烧2日不退，滴水不进啊！事到如今，只能让赵太医扎针一试了。父亲母亲别急，二爷吉人天下。那晚在柴房不过是急火攻心罢了。程之礼这个疯子最好是无药可救，他若是死了，那我腹中的孩子便可直接继承世子之位了。幸好这玄针还算管用，二公子无碍。这是哪里？是阴曹地府吗？这孩子难不成被鬼附身了吗？说什么胡话！是我对不住阿和，阿和和晴儿一定怨我，恨我。这程之礼真是走火入魔，疯子，疯子！阿福，快去拿备好的云江的辟邪药，我这几日看着之礼就像中邪了。阿和，你为什么都不给我弥补你的机会？烦请太医与我一起把这药灌进这逆子喉中。这药不，这云江药不对，这药是我前2日才采买的，不可能是过期的呀。这里面添了赤灵草，是阿和独有的秘方。阿和他没死。阿和在哪儿？是不是阿和让你给我药的？阿和是不是没死？二爷，这药我是在一个老大夫那儿买的，不可能是二夫人。不，你们都骗我，阿和根本没有死，是他不忍心看我难受才把这药给我的。赵太医，这可如何是好？这赤灵草又是什么妖物？他怎么如此癫狂？我不准你这么说阿和的神药！二爷，这赤灵草是云江圣女才会的迷药，可让人气血翻涌，起死回生。不愧是云江神药，这药方怕是连太医院都没有。赤灵草还在，那阿和就没有死。我要去找阿和，阿和一定在等着我。二爷，您怕是伤心疯了。这药的确是我在城北的老医馆买的，那没有二夫人，只有一个云江的聋哑大夫啊。那云江老头来头发花白，一把年纪，想来是知道早年云江秘方的。不是阿和的吗？我的儿啊，你的命怎么这苦啊？你这是失心疯了！不是阿和的。少爷，少爷！阿和真的回不来了。二爷，您宽慰些，这人死不能复生，二夫人就算在世，也断然不希望您这样啊。儿啊，你快醒醒啊！你这是走火入魔了。赵太医，还是用针灸打通他的任督二脉吧，他现在如此癫狂。阿和，柳如意说的没错，是我害死了他。阿和，二爷不好，这样子像是魂魄消散，进入虚空幻境了。我死了吗？阿和，这是我们大婚夜，你去哪儿？阿和，等等我，等等我！程之礼，你太让我失望了。是我错了。混账！我们云江圣女居然死在你手中，
你该当何罪？阿和，他死了。那刚刚我看到的是他的魂魄。如今他伤心透了，连魂魄都不肯留在世间。程执礼，这些都是你的孽债啊！是我对不起阿和，是我该下地狱。你不是要陪他吗？去死吧！阿和，我用这条命补偿你。我的儿啊，你总算醒了！刚刚要吓死我们了，是不是被附身了？是不是他不肯放过你？我就知道那个云江女子不是什么善类，她肯定是妖。你说谁是妖？孽障，你疯了吗？管家，管家！阿和不是妖，是圣母。她受云江万人敬仰，却被我害得魂魄消散。阿和，阿和。气息正常，脉搏有力，只是悲伤过度罢了，让他休息吧。可他现在这副疯样，如何出门见人？这可如何是好？二爷，这头七都过了，你这是做什么？你还要为那妖女披麻戴孝？怎么剩下这么个孽障？我死了他都不一定这么孝顺。圣姑说的对，我该下无间地狱。拦住他！他要做什么？阿和，我来了！管家，快拦住他！他这是要壮官寻死！何英子，不，圣女，你放过我儿子吧！我求您了，要是您真的索命，索我的命，别索我儿子的命啊！老夫人，您这是做什么？您快起来呀！不，我要给圣女磕头，求她放过我儿子！我是畜生，我应该下地狱。求你放过执礼吧，你们好歹夫妻一场。家门不幸啊，家门不幸，疯了都疯了！您是一品诰命夫人，怎可跪？万丞相，您怎么得空？陛下听闻程府二夫人去了，特遣在下来宽慰二老。这是怎么了？皇恩浩荡，眼下真是难以启齿。这儿媳妇一去，儿子疯了。我儿简直被迷了心，丢了魂。看着你长大，没想到你如此不成气候。夫人没了可以再娶，你样子对得起父母吗？谁说我要再娶？我此生只有阿和一个夫人。你若是再浑浑噩噩，我就求陛下收回你的世子之位，让你死去的夫人没有香火供奉，万万不可！你大哥当年征战死在外面，你如今又疯成这样，你夫人以后的1年祭、3年祭，都谁来主持呢？不，我没有疯，我没有。你说的对，以后阿和的祭祀，没有我，还能靠谁呢？万丞相句句良言，老夫真是感激涕零。万叔伯句句良言，我如果死了，那我夫人死后的哀荣，谁来维持？你要做什么？大夫人柳如意不敬二夫人何盈之，不爱嫡女晴儿。二夫人头期已过，柳如意不能再在城府养胎，即可送入城外庄子上去。你这孽障！你要把你唯一的骨肉送去那荒郊野岭干什么？我与他本就名不正言不顺，今生今世
城府只有一个夫人。娘，你们要为我做主啊！阿福，愣着做什么？把这女人拖下去，谁敢拦我，谁就给二夫人陪葬。是。爹，娘，我腹中怀的是嫡子。大夫人，你不要招惹二爷了。不过死了一个女人，就让直里这孩子居然疯魔成这样。万丞相，我儿怕是真的被那妖女下了蛊。阿和，晴儿，你们安心了吧？那奸夫被我赶出家门，再也不会打扰你们了。娘，你快想想办法，不能将城府嫡子生在荒郊野化啊！一定是那云江圣女魂魄不散，她现在一定是厉鬼，带着晴儿那个小鬼，说不定就在我们府上。万丞相，事到如今，我也不要这把老脸。程侯爷的意思是，我要入宫恳求陛下，请陛下找来大师，为直里驱蛊。都起来吧，你们的事我都听说了。请陛下救救我儿！求陛下开天恩，请陛下让大师为我儿驱蛊。唉，程府二子都是军内将领，都曾为国效力，朕也不会不管的。谢陛下隆恩。正巧宫中近日来了一位云江圣女，或许她能救你儿子。圣女，混账！殿前失仪。哎，朕怎会与痴呆之人计较？程将军也是爱妻心阔才失心疯。我前些是日头疼，恰逢云江圣女来我朝，只用了半副药，病全好了。这是程府的世子，前些时日妻女离世，失心疯了。圣女，你看看可有法子？怎么了？这云江圣女与我那过世的儿媳妇8分相似。阿和，阿和，你回来了。你要做什么？别打我！这是御前，世子不可无礼。阿和，你怎么不说话？你怎么不理我？世子爷，您认错了人吧？世子爷，我乃云江圣女，你放尊重些。他就是阿和，他就是阿和。阿和脖子下有一颗小痣，我……放肆！你好大的胆子！你为何没有那颗小痣？我为什么会有小痣？何英子，你认识吗？我当然认识，但我不是她。何盈姿是上一届圣女，她走后，我接替她成为了新一任的云江圣女。那，你知道她去了哪里吗？世子这话说的，她去哪儿了？不是你最清楚吗？她死了，可她不是为了你放弃了圣女身份。从那一刻起，她失去了所有的法力，成为了一个普通女人。死了。儿啊，现在云江的人都这么说了，你总该信了吧？圣女，麻烦您赶紧救救她。世子闹够了吧？闹够了就来大脉吧。心脉俱断，此乃伤体肤之哀症，这我还从未见过，
一般都是出现在痛失所爱的人身上。世子当真如此爱自己的妻女，他可真是世间难得好男儿。不，是我对不起我夫人阿和，也对不起我的女儿。世子不必自责，一切都是命数。何盈之他离开云江那一刻起，就应该知道自己的结局。一求无价宝，难得有情郎。不，是我害死了他。圣姑托梦给我，我看到阿和魂魄不宁。他真有那么好吗？世子什么样的女子找不到，何必念念不忘？不，我不许你这么说她，你不懂，她是世界最好的女子。你就是阿和。我说过了，我不是她。撒谎！你不是的话，为什么和她长得一模一样？看来世子并不关心你夫人的过去啊。我们云江圣女的传承不仅是法力，而且也包括了容貌。会继承上一任的容貌？你真的不是阿和？你没生过女儿？当然不是。如果我真是何盈子，我见你会这么平静吗？世子，不要忘了你对他做过什么。不过世子不要自责，我听说纵火犯被抓住了，何盈思应该也能含笑九泉了。不，那场大火虽然是歹徒所放，但阿和的死我有巨大责任。我冷落阿和，阿和就不会离家出走；阿和不带着孩子离家出走，就不会被柳如意设计大火烧死。圣女嫁给你，放弃了云江万人的供奉，毁掉了自己所有的苦衷，相夫教子。所以该死的人一直是我。自古痴情怨女啊，由爱生嗔，由爱生恨，由爱生痴，由爱生念。从别后，嗔恨痴念皆化为寸寸相思。寸寸相思。圣女，您是什么意思？我看你心脉对何盈之又那么痴情，加上是陛下所托，我定当帮你。难道圣女有办法让阿和回来？可是阿和如今魂魄皆散。何盈子生不同人，死不同鬼。凡人魂魄聚而成形，散而为气。生前聚之，死则散也。倘若能寻一物可聚魂，那何盈子自然能回来。圣女，请说。只要能让我再见到阿和，我死也不怕。请圣女给我一个弥补阿和的机会。世子何必呢？我虽知道如何做，但此乃云江禁术，九死一生啊！我本就想寻死去陪阿和。世子想好了，这可不是一般的禁术，哪怕天打雷劈，七窍流血，都绝不后悔。世子有如此决心，当真与夫人情真意切。那好，我便告诉世子这禁术。云江深处有一洞穴，表面上乌烟瘴气，里面其实暗藏乾坤。大婚时我好像路过此地，但阿和不肯让我看那洞穴。夫人果然真爱惜世子。为何？那洞穴有一种魔力，任何人多看上一眼，都会被吸进虚空幻境，从此神志不清，沦为废体。但洞穴深处有可以起死回生的圣水，如若得到它，死去的圣女亦可回归。我现在就去。等等，可那个地方，凡人去了，即使得到了圣水，也活不过3天。父亲母亲，我的儿，你清醒了。圣女说了，能彻底医治我的药在云江。我要去哪儿？什么？还要亲自去云江寻药？解铃还须系铃人，世子该去云江一趟。洞穴中有把守1000年的妖，世子切记，进去后千万别被迷惑了，否则你不仅取不回圣水，还会被妖困守于那地。喂，你是谁？你醒醒！你醒醒！你不怕死的跳进了那滩水中，溺水后这些毒气跑进了你的身体。这是云江？当然啊，可是我明明按照圣女的指示去了洞穴啊！大哥，你胆子也太大了！那洞穴是我们云江禁地啊！要不是我及时发现你，你早就被圣女处死了。圣女，你们救了谁？阿和，
我找你找的好苦，原来你在这里。你是谁？阿和，我是你的夫君啊！放肆！阿和，我知你心中有气。原来你是异乡人，胆子好大，不仅敢擅闯我们的禁地，还敢对本圣女意图不轨。不要，不要，停下！圣女息怒，这外来人强行闯入洞穴，我一时没看住，他自己跑出了。阿和，阿和，我是你夫君啊！他怎会知道我姓何？你真的姓何？阿和，我就知道是你，我是你夫君啊！阿和，你不得无礼！你要做什么？我是京城世子，胆敢对圣女口出狂言！我们圣女何时成婚？怎么可能看上你这样的烂货？阿和，你忘了我们的所有。停手吧。我说的都是实话，为何打我？你说你是我夫君，你还是京城的世子。是。可是，你如何能证明？我知道你锁骨下方有颗小痣，我知道你第一位16岁时被云江的不惑圣姑封为圣女，我也知你最讨厌的人是云江的蛊师阿朵。哦，他居然知道圣女是第一位16岁封圣的，还知道圣女最讨厌的蛊师阿朵。他怎么会知道这些秘密？难道他真的知道圣女的锁骨下？巧言厉色，不知道收买了我身边的哪个侍女，胆敢来诈骗我！不，我没有。阿和，你信我，是你们云江新的圣女让我来这里寻圣水，说可以带你回去。把她给我带到刑房，务必吐出真话。是。我倒要看看是你的嘴硬，还是我的蛊术硬。不对，阿和不会这么对我，他舍不得。你不是何云氏，我当然不是你的阿和了。这是云江洞穴的太券幻境，你说的何英姿，我只是凑巧和她长得太像吧。圣女大人英明。我想求圣水，复活他们。哼，就凭你还敢要我们云江圣水？求求你，成全我。那是硫酸之地，圣水便在其中。你若是爬进去，便可以得到圣水。哟，别是不敢了，装什么神情？这世上本就没有起死回生，也没有后悔药的圣水。程之隐，你将痛失永爱，罪有应得。圣水，圣水，不，二爷，你能听到我说话吗？二爷，你醒醒啊！你不能再走火入魔了。不，我不是在云江吗？我怎么回到府里了？二爷，您是被人扔到了云江的悬崖瀑布上，是您之前带过的边境军发现了您，您才被送回府的。原来，那云江的事都是真的，那圣水也是真的。这世上本就没有起死回生，也没有后悔药的圣水。程之隐，你将痛失永爱，罪有应得。那个洞穴里见到的女人，与宫中见得云江圣女一模一样。他们为什么都与阿和长得如此相似？头好痛。少爷，喝口汤吧。二爷这次真的要好好养着了，这心病难医，
二爷吃药吃多了也会犯糊涂的。我瞧着你这几日的样子，就如同中了幻术一样。幻术？对啊，二爷，你不觉得很奇怪吗？为什么会有一个和二夫人如此酷似的女人，恰好也在宫中，然后恰好告诉你哪里可以去寻得圣女复活二夫人？是啊，确实很奇怪。对了，那药丸，你上次去医馆买回来的云江药丸，那是我亲自买回来，绝没有经过别人的手。若是那药丸被放了致幻药材呢？哎，怎么关门了？坏了，二爷，那老头真有问题吗？那老头若是真的有问题，那我这些天在云江受的罪都是刻意为之。那个宫里的圣女，难道是……哼，你怎会出现在这儿？莫非之前真的是你诓我去云娟洞穴的一切，也是你故意戏弄我的吧？你到底是谁？你在说什么？我实在不知。你这该死的江湖骗子，还好意思在宫中装作圣女！我要告诉陛下！陛下，我可是被摄政王举荐的人，你岂敢动我？早听闻摄政王实力强大，但深入简出，他只在宫中行走，你怎会认识他？执礼，好久不见。大爷，诈尸了啊！诈尸还回来啊！是大爷啊！大哥，大哥，你是我大哥！你等等，这城府的世子是你的弟弟啊？什么？大爷，大爷如今是摄政王？大哥，你没有死，那为何怎么不来认我们？我当初在战场被人暗算，落入冰途中失去了记忆，后被云江人救下，一直为陛下做事。因为涉及机密，陛下担心打草惊蛇，并未将我身份告知你们。如今事情处理完毕，陛下特准我来和你们相认。可大爷，您怎么会成为了摄政王的？陛下念我劳苦功劳，又牺牲了和你们相认的这几年，所以敕封我为摄政王。臣已平边境战乱，幸不辱陛下所托，臣给陛下请安。爱卿真是辛苦了，朝中内外都多亏了爱卿帮朕。听闻爱卿在云江中毒，现在都好了吗？幸得云江圣女下注，如今都好了。民女给陛下请安。夫君这么快就寻回家人，当真是喜事。这是怎么回事？阿和，这些年真是委屈你了。大哥，你叫他什么？他是云江人，姓何，叫做何婴儿，所以我唤他为何婴儿。不，这一切都太荒谬了。大哥，你不知道，你不在时，家里发生了许多事。我听闻我那素未谋面的弟妹和小侄女死在大火中，知礼，你节哀。大哥，你可知这云江圣女与我那过世的妻子有8分相似？云江圣女本就是一脉相承，何况他们是表亲，像也是正常的。看二弟都哭得眼肿了，快擦擦眼泪吧。这身上的伤痕是前些天去云江留下的吗？那我可以为二弟送些药膏，保管不留吧。你还未过门就如此贴心，我日后一定不负你。不，他一定没有那么简单。他究竟是不是阿和？何事如此慌张？又出什么事了？知礼呢？知礼没出事吧？老爷夫人，快看，大爷回来了！燕礼，是你吗？燕礼，爹娘，孩儿不孝，对战中受伤失忆，如今才回来。菩萨保佑，菩萨保佑！本以为城府是山穷水尽，没想到长子居然回来了。快去把柳如意叫回府中。是，我这就去套车迎回大夫人。这门亲事是在我被传身死后应下的吗？这从哪说起呢？当时我们都以为你死在边境，可长房不能无子，所以才叫你弟弟身兼2房的。可为什么他不在府中生活，
还要被送到乡下的庄子上。大哥，大嫂非良人，我夫人的死就是他一手策划的。以前的事儿都过去了，如意还有不到2月生产，这城府的嫡子你们还能不要？这就是我未曾谋面的夫君吗？夫君，我的命好苦，先是夫君身亡，为了绵延子嗣，后又与小叔子同房，你们城府难不成真的要休了我吗？你这孽障！你知不知道这孩子生下来是记在你名下？人我不会要的，孩子我也不愿争，可以记在弟弟名下。为什么？这到底是为什么？我既回来继承世子之位，那世子妃人选自然要陛下同意。陛下赐婚，你已有世子妃人选了。是，我在边境时幸得圣女救助，她如今也随我回来，因此陛下恩准赐婚。你怎么会和弟妹？你们为何都不吃惊？你们不觉得她与弟妹一模一样吗？我与父亲母亲早在宫中见过，但我已经验过，她不是阿和。居然真有9分相似。何温儿见过诸位。你姓何？我是云江族人，自然姓何。你是圣女，你居然也是云江圣女！这位大着肚子的是弟妹吗？我以后会好好对你的。不，这腹中的孩子是要记在大房名下的。从前之事你不必在意，日后我会掌管城府诸事，拨乱反正。我信夫君。陛下赐婚，这以后就是你的家了。不准！这门婚事我不同意。母亲，你给我离他远点！你知不知道云江圣女有多难缠？你弟弟都要被上一个云江圣女害惨了。娘，我不准你这么说阿和。你不能娶这个圣女，我们城府不能再与云央有瓜葛。娘，这是陛下赐婚，天子说的话，你还能让他收回成命吗？这陛下是不知内情的。陛下若是知道城府娶了一模一样的女子，怕是心中也会惊奇。不错，这陛下也不会眼睁睁看着我们城府鸡犬不宁的。二爷心里真的没有觉得奇怪，这世上真的有如此相似之人吗？二爷当初怨我害了弟妹，但还端端的站在眼前，二爷怎么不敢争了？哼，你们敢如此轻视世子妃，那这家我不回也罢。大爷可怜可怜老夫人吧，她的眼睛真的要哭瞎了。大爷别气，这都是一家人，进门前说开了反而没事了。我不管你究竟是何方圣女，这未来世子妃的位置都必须是我的。大哥，您还是留下吧，城府不能再出事了。就算她嫁进来，我也得夺回大爷。这门亲事本来就是我的。我同意这门婚事。她真的要嫁进城府吗？谢父亲成全。但我不信这女子，所以她必须验身。她得是处子之身。若是想进我们城府的门，就得是清白之人。陛下赐婚的规矩都没城府多，这个府我们还不进了呀？该不会有什么难言之隐？难不成这圣女还真不是处子，嫁过人吗？难不成有什么事不方便交代？既然大家都对我抱有成见，我本不愿嫁进来，但事关摄政王妃的清誉，我可以验身。阿和，你总是愿意体谅。难道她真的不是从前那个贱妇？她一再愿意接受考验，她真的不是阿和吗？何处验身？你放心，这是京城中有名的副手，不会为难你的。那就有劳了。这可是我刚花了50两银子收买的，就算你是处子，也会做伪证的。
这是柳夫人刚刚收买我的50两银子，摄政王妃明鉴。自己留着吧，辛苦你跑这一趟了。老奴我真是大吃一惊，真是吃了雄心豹子胆，敢质疑摄政王妃。这验明真身会拿一根鸡毛清扫女子鼻下，女子打喷嚏时会震动，身下的炭火若是纹风不动就是处子，反之则不是。城府不会让我入府的，嬷嬷该怎么办就怎么办。这京城的小把戏真叫人恶心。也是城府这些人不长眼，摄政王的王妃谁敢验身？若不是亲生父母口出狂言，早就被杀了。如何？他可是处子，未生育过吗？谁？贵人在内，谁敢乱闯？是我。老夫人喜得欣喜，真的是处子之身呐！婆母如此我便放心了。阿和，今日真是委屈你了。不委屈，为了夫君，我什么都愿意做。摄政王放心，王妃绝无问题，还是得要小心，免得王妃吃苦呀。老嬷嬷有嘴滑舌，她真的不是阿和，可她顶着阿和的脸要嫁给大哥，这我如何能？大嫂可真是厉害，进入城府一副了如指掌，完全不怕的样子。寻常女子早就哭了吧？你的意思是？二爷可要把握机会，自己去了才知道是不是弟妹啊。如此，我也不愿与儿子起争执，就顺了宴里的心意。你们今晚开始吧。夫君回来这么早，放肆！你怎敢擅闯我的房间？嘘，喊大声些，父母可要坐实我俩有事。出去！我只是来问一下，你真不认识我？我若不是看你是宴里弟弟的份上，早将你碎尸万段。你空口怀疑我，还想在今夜毁我的清白。但愿你真是我嫂嫂，而不是我夫人。眼神，你若真的是阿和，你生过孩子，我怎会不了解你？你疯了！放手！你给我出去！阿和今夜倒是挺早。你来了。你？怎么会是你？大爷，你回府都不看我。太医说了，我虽怀着孩子，但也可以行房事。恬不知耻，荡妇一个！谁让你爬我的床？世子妃呢？我劝大爷还是把心思放在我身上吧。您的世子妃这会儿正与你弟弟生米煮成熟饭呢。你真要赐死城府嫡子！父君，杀人了！二爷休怪我无情了。大哥，你居然敢欺辱你大嫂，还是说你真以为我不敢杀你？摄政王杀死一个旁系王爷，跟碾死一个蚂蚁一样简单。大哥，我错了，我只是看他长得太像阿和了，一时鬼迷心窍。你大哥有你这样的畜生兄弟，真是三生不幸。你居然敢对大嫂意图不轨！你这个混账！我怎么会有你这样的儿子？还不给你大哥磕头谢罪！大哥，我只是伤心过度。燕离，你别怪他，他只是看到世子妃的模样，想起亡妻罢了。难不成二弟想起弟妹一词？
就要来羞辱我一次吗？你快劝劝你夫君呀！二弟也是失心疯没好权，我们不要与他计较了，不如我们搬出去，以后住摄政王府。再来一次，我杀你不眨眼！看来这个大爷真是对这个云渊妖女死心塌地，那我日后还是跟了二爷保命吧。二爷今夜也心魔作难，还是去我房中歇歇吧。这女子心怀不轨，是家中的祸害，还是把她送回乡下养胎吧。唉，城府的嫡子却不能生在城府中。说起侯府的孩子，我就想起晴儿那可怜孩子。晴儿，我的孩子。我上个月在乡下时，听身边回老家探亲的丫鬟说，有个像晴儿的孩子，好像曾出现在边境药铺。什么？晴儿没死？二爷不要心急，估计是丫鬟看错，这死人送不能复生吧。晴儿明明被我托付给师兄们培养，她会成为下一任圣女，怎么会出现在药铺？难不成是柳如意在诈我？你果然是何盈姿。这是谁在我房外听墙角？怎么还想被大爷刺死一回？你就是我曾经的弟妹，城府的二夫人何盈姿。随你们怎么想。别装了，只有你会担忧晴儿的安危，你经不起我炸你！装的可真像，一会儿是下一任圣女，一会儿是世子妃，一会儿是摄政王妃。你这个边境贱女，还敢攀上摄政王？你别忘了，程燕礼曾经是我的夫君。什么人敢动我的世子妃？你好大的胆子！摄政王，你被骗了，他就是当年的何盈姿，是个荡妇，他居然还想一女侍二夫，还是亲兄弟！我早就知道，那又如何？你都知道。堂堂摄政王居然要一个生育过的女人，你知道他曾经与你的弟弟同床共枕，你不恶心吗？你的舌头若是不想要，我可以割下来送到军营喂狗。你不能这样对我，我才是你名义上的妻子。若不是我多年不在家，是你与二弟陪伴父母，我还不会留你们到现在。凭什么？你都能接受何盈姿一女侍二夫，为什么我不可以？为什么？你如何与他相提并论？你大可口无遮拦，到处乱说，我只当你得疯病，将你打死。我不在乎一尸两命。今夜已经闹得够久了，夜里还是不要多费神了。天道好轮回，他们会有报应的。你总是愿意贴脸，罢了。日后我们住到摄政王府。凭什么？凭什么？为什么他什么都有了？明日就把你送到乡下，绝不能回来。阿和，为何大嫂与你如此相似？是真的巧合，还是你不肯认我？
我们都被骗了。滚！这是阿和房间，我说了，你不准踏进一步。哼，你真是个蠢货，何盈之就在你眼前，你却不知。你说什么？我们的猜测都是对的。什么新圣女，什么云江圣女，那都是何英姿。何英姿现在又勾搭上了大爷，她不会再跟你在一起了。你知道骗我的后果？刚刚何英姿与大爷对我亲手承认，不然你以为云江的剑术再厉害，能复制出一样的人吗？我就知道阿和没有死，他现在还在与我赌气。不，我不能让他与大哥在一起。都乱套吧，都搅在一起才好。这城府不让我好过，那就大家共沉沦。你们这是做什么？我与你大哥还是决定搬到摄政王府住，城府留给你和柳夫人。阿和，我都知道了，一切都知道了，到现在了，你还不肯与我说实话吗？你想我说什么？你都知道我真的后悔了，我所做的一切你看在眼里，你为什么不肯原谅我？我为什么要原谅你？我早就死在客栈的大火里了，那时候你在哪里？哦，你在柳如意的床上。阿和，我错了，我真的错了，我们重新开始好不好？二爷去过云江，找到过圣水，应该知道后悔药的配方吧？可是那圣水自己打翻了，因为覆水难收。二爷所作所为，一切都已经晚了。二爷有本事再去找后悔药的配方吧，如果找得到，我们再说重归于好的事。后悔药，后悔药的秘方在哪儿？你不是去找何英姿对峙吗？你不与大哥去抢人，在这里找什么？找到了，都找到了，是秘术药方，是秘术药方。什么药方？后悔药的药方。我只要做出，阿和就会与我和好了。你要做什么？医书古籍记载，人血入药，才能吸取七情六欲，才能将后悔之情放在药方里。如意，你必须划这一刀。你对不起阿和，你的血也必须入药。疯了，都疯了！柳夫人，尽快收拾好东西吧。大爷说今夜之前要送你回乡下了，您以后恐怕不能再回来了。好，好，好，这城府居然要对我赶尽杀绝！我想不到荣华富贵，你们也别想！师兄们说，晴儿在云江一切都好。不好了，老夫人、老爷，走水了，起火了！快救老爷，把在门口等着，来人搬水呀！是谁在城府纵火？何英之，我能烧死你一次，就能再烧死你一次。你去死吧！不好，快来人啊！我要生了！快来人啊！阿和，阿和，你在那里？这一次我来救你了。阿和，你在那里？阿和，你撑住！你来了。阿和，你不要躲着我了，我来救你了。我们出去就找女儿去。阿和，这一次我来了。
程父长子程彦礼继承世子位，世子妃何渊儿一同入宗谱。谢陛下恩典。一切尘埃落定，无妨。过些时日，我送他们去南方云游，远离京城，就不会触景生情了。好，晴儿在云威的圣女册封，我们一同去观礼吧。有埋伏！阿和，小心！你们是谁？为何拦我去路？取你性命的人，怪只怪你不该生下那个孽种。他们抓了晴儿，逼我回来，这其中必有阴谋。先冲出去再说，你跟紧我。回去禀报，猎物已入网，计划可以开始了。阿和，你终于回来了。圣姑，发生什么事了？晴儿呢？是柳如意，她的鬼魂回来索命了。她抓走了晴儿，说要让你也尝尝痛失至亲的滋味。圣姑，这世上没有鬼魂，你看到的一定是有人在装神弄鬼。不，那张脸，那声音，就是被烧死的柳如玉，她还带来了地狱的业火，我们都不是对手。不管你是人是鬼，敢动我女儿，我必将你挫骨扬灰！老人家，向您打听点事。这城府大火，可曾发现什么异常？说来也怪，那柳夫人的尸骨竟不翼而飞了。有人说她根本没死，是借尸还魂回来报仇的。还有人说，在那晚大火前，看到有国师府的人在这附近出没。国师府，国师神通广大，听说会驱鬼御神，说不定柳如意的鬼魂竟是他召回来的。国师府高手如云，此行凶险万分，你确定要一个人进去？为了晴儿，龙潭虎穴我也得闯。更何况那个国师与我也算有些旧账要算。大哥，你在外接应我，如果一个时辰我还没出来，你就带兵踏平这里。这国师府的格局果然和当年一样，看来他躲在这里也没少干见不得人的勾当。去吧，去把云江搅得天翻地覆，让那何英子也尝尝失去一切的痛苦。是主人，我一定会让他生不如死。原来是国师大人在故弄玄虚。你怎么进来的？用镜子制造幻影，再用术法远程操控，这点伎俩骗得了别人，可骗不了我。说，你把我女儿藏在哪儿了？哼，不愧是曾经的圣女，有点见识。但你知道了又能如何？这里是我的地盘，你既然来了，就别想再出去。这件法器需要圣女血脉的献祭才能大成，今日你送上门来，老夫就不客气了。那就看你有没有这个本事了。我再问你最后一次，柳如意的死还有这场大火到底是怎么回事？王爷饶命，小的全说。那柳夫人确实没死，她早产了一个死胎，又吸了浓烟昏死过去，被国师派来的人救走了。国师说她有利用价值，能用她的脸和身份做些文章。所以国师的目标从一开始就是阿和。是的，国师说是什么破除他修炼瓶颈的关键。那场大火也是他授意柳夫人放的，只是没想到会把二爷也……传本王令，调集摄政王府所有亲卫，包围国师府，如有反抗，格杀勿论。今天你和你女儿一个都跑不掉。他以为我没有了驱蛊的能力，他错了。这些年我从未荒废，甚至更强了。去！我的法器，这是什么鬼东西？
不可能！现在我们可以好好谈谈了吗？晴儿，娘来了，娘终于找到你了。娘，晴儿好怕，那个坏人说要拿我的血炼药。把国师府所有人严加审讯，还有，把国师给我阉了，废去修为，砍断手脚，我要让他活着比死了更痛苦。谢谢你，大哥。娘，他是谁？他是你大伯，也是以后会和我们一起生活的人。大伯好，谢谢你救了晴儿。看着他能这么快恢复，我就放心了。这孩子比我想象的要坚强。他很像你，以后有我们2个人一起保护他，他不会再受到任何伤害。这次的事让我想了很多。柳如意虽然可恨，但她也不过是被人利用的棋子。真正可怕的是藏在幕后的那些人心与欲望。我已将国师的罪行昭告天下，陛下也下令彻查所有与他有关联的势力。云江那边，你打算怎么办？我想带晴儿回去一趟。她是命定的圣女，逃避解决不了任何问题。这一次，我会让她自己决定她的未来。好，我陪你们去，无论发生什么，我们一起面对。孩子，成为圣女，意味着你将肩负起守护整个云江的重任，将失去很多普通人的自由。你愿意吗？圣姑，我愿意。天命所归，人心所向。从今日起，晴儿便是我云江的新一任圣女。晴儿，娘亲当年就是在这里下定决心，要离开云江，去外面的世界看看的。外面的世界好玩吗？有好，也有坏。娘亲遇到了很多事，有开心的，也有难过的，但娘亲从来不后悔，因为只有走出去，你才能看清楚自己的心。就像娘亲遇到大伯那样吗？所以晴儿，娘亲虽然希望你成为强大的圣女，但更希望你将来不管做出什么选择，都能遵从自己的内心。力量是用来守护的，而不是束缚。娘，我记住了。这是娘亲重新为你培养的，叫同心骨。无论相隔多远，都能感应到对方是否平安。金色的给你，银色的娘亲留着。我们母女永远都不会再分开。北境异动，那些蛮族向来在冬季才会南下劫掠，如今正值盛夏，怎会突然集结？禀王爷，此事的确蹊跷。据探子回报，他们似乎得到了某种强有力的支持，甚至还出现了类似术法的痕迹。术法？看来剿灭了一个国师，并没有彻底杜绝后患，这背后还有我们不知道的势力。王爷，是否即刻回京上奏陛下？不急，你立刻派出最精锐的斥候，摸清他们这次的行动路线和目标。我要知道是谁在给他们撑腰。本王有种预感，北境的这次异动，或许与之前云央和京城的乱象脱不了干系。听说北境有异动，需要我做什么？没事，一些跳梁小丑而已，你安心陪着晴儿便好。大伯，这里是什么地方？这里是我们的边境，有一些坏人想来抢我们的东西，大伯要去把他们赶走。那晴儿也要去。晴儿现在是圣女了，可以帮大伯打坏人。燕离，我们是夫妻，有什么困难我们一起承担。别忘了，我也曾是圣女。好，根据斥候汇报，此事背后确有术法高人的影子。我怀疑国师并非独立行动，他背后或许还有更庞大的组织，而北境也许就是他们的下一个突破口。摄政王殿下，我们等你多时了，军师果然料事如神。你怎么来了？太胡闹了！我不来，你怎么脱身？夫妻一体，你休想一个人成英雄。不愧是前任圣女，区区噬魂笛就破了我的祸心阵。你究竟是谁？
国师和你是什么关系？他不过是我们神教的一个弃祖罢了。你可以叫我玄冥。你们的皇帝还有这整个天下，都将是我们神教的囊中之物。今日就先取你二人的性命，祭我神教大旗。你有什么本事，尽管使出来。燕里，小心，此人很强，他修炼的似乎是早已失传的禁术。程燕礼，你的死期到了。圣姑，我在回来的路上遇到了玄冥。玄冥，他竟然真的还活着！那个叛徒！圣姑，您认识他？这是百年旧怨。昔日云江圣子本与圣女天作之合，因修炼禁术走火入魔，欲夺族人血脉封神，被前代圣女与众长老封印。他便是玄冥。如今神教正是他所创邪派，如果国师是他的师侄，那么一切就都说得通了。他们的目标不仅仅是权力，而是你何影子，以及你女儿晴儿身上那被封印的最纯净的初代圣女血脉。交出初代圣女血脉，本座可保你们云江无事，否则鸡犬不留。你要找的人是我，放过我的族人。想要我的女儿，先从我的尸体上踏过去。陛下有旨，北境贼寇与京城国师府叛体皆属神教一丘之贺，罪在谋逆。今本王持节，调集北境、南乡、京城3路共10万大军，已将此地方圆100里围成铁桶。尔等妖人，还不速速归降！原来他这几日并未坐以待毙，而是利用摄政王的身份，以最快速度调动了朝廷军队。虽然术法上他们处于下风，但在绝对的国家机械面前，任何教派都无法正面抗衡。凡人蝼蚁也敢与神威抗衡，找死！凡人军队挡不住玄冥太久，要彻底消灭他，只有一个办法。什么办法？他当年是被初代圣女的血脉封印的，如今只有同样的血脉才能再次将他封印，甚至炼化。但代价是，施术者会耗尽心力，轻则修为尽失，重则……我来，用我的血封印那个大坏蛋。孩子，你的血脉虽然纯净，但还没有被完全激活，而且封印它需要一个强大的意识作为主导，才能与它抗衡。我知道了，该是我的责任，我不会逃避。圣姑，告诉我该怎么做。以圣女后裔之血，召先祖之灵，封此叛逆，永镇皇权。不，区凡人怎能与神抗衡？我是永生不灭的神。你错了，世上没有神，追求永生就是虚妄。世间最强大的力量是爱与守护。再见了，燕礼和晴儿。阿和，我们还要一起看着晴儿长大。他用自己的心口血完成了封印，心脉没有断，还有希望。这是历代圣姑相传的续命蛊，能护住最后的心头血。所有蛊师会尽全力为他续命，他能不能醒来，就要看他的意志了。以寻灵药，请名医为他续命。现在当为前程着想。永安公主早已对你倾心，此生为妻一人，恳请陛下收回此婚，臣愿辞官归乡办妻。你这脾气和你爹一样，为了一个女人，值得吗？臣曾失去过，才更知拥有的可贵。为他，做什么都值得。山间野花盛放，如你当年救我时的衣色。晴儿新学了云江术法，日日念你盼相见。
我10000般思念，你何时才肯醒来？娘，你醒醒啊！你睁开眼睛看看晴儿好不好？啊！娘活过来了！我做了个梦，梦里你和晴儿一直在叫我。都过去了，以后再也没有人能伤害你，伤害我们的家。娘，以后不许睡那么久，我们好担心你。阿和，你愿意给我机会，让我们成为一家人吗？晴儿，以后他就是你的爹爹了。爹爹。阿和，今天你终于属于我了。大哥，我一直都是你的，从你说要保护我的那天起。我一定不会辜负了你和晴儿，你相信我吗？大哥，我相信你。程彦礼乃国之柱石，今册封为镇北王，世袭罔替。云江圣女晴儿得避苍生，特赐封为护国灵女。其母何盈姿教养有功，追封为一品镇国夫人，着即受封，钦此。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！我老了，能看到阿和有这样的归宿，看到晴儿这么有出息，云江的未来我也就放心了。这些年多亏了您，晴儿，快谢谢圣姑奶奶。谢谢圣姑奶奶的栽培。如今北境已定，云江归心，天下承平。我打算向陛下请辞部分军务，多些时间陪陪你们。无论你想做什么，我都支持你，只要你不再丢下我们，去哪里都行。好啊好啊，那爹爹和娘亲可以陪晴儿回云江住一段时间吗？我还想跟娘亲学好多好多的古术。